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小巷里，有一家叫易香轩的小中餐馆。这里有个用心做饭的男人，菜单上的菜他能迅速端上桌。如果你有特别想吃的，告诉他，他也会认真做给你。来这家店的客人都说，来这真是来对了。从东京大学毕业的三桥，在一家小公司工作，尽管学历高，每天却只能用计算器敲打，还被上司打压批评。沮丧的三桥离开办公室，狂按电梯，想快点逃离这压抑的地方，顺便找地方吃午饭。抱怨着，三桥不知不觉走到了一条陌生的小巷，几经转弯后看到了易香轩。就在这儿吃吧。明明是中午，店里却空无一人。看着老板长得有点凶，三桥还是忐忑地坐到了吧台。还没点餐，三桥就接到上司催促工作的电话，连午饭都吃不安宁。三桥觉得每天的生活痛苦极了。老板看出三桥的疲惫，希望他能在店里吃得饱饱的，露出笑容。炒饭、饺子、回锅肉。三桥一遍遍看着墙上的菜单，却没什么想吃的。老板说想吃什么都可以。虽然这是家中华料理店，但凭借他的厨艺，不管客人想吃什么，他都能做。三桥想了想，也不知道吃什么，突然想起刚才同事说的汉堡肉，那就来一份吧。老板系上那条旧旧的红头巾，把菜刀靠在额头上，仿佛获得了力量，开始猛切洋葱。牛肉馅、猪肉馅、面包糠、洋葱碎放进盆里，再打入一个鸡蛋，用手搅拌均匀。最重要的步骤是双手不停地拍打肉馅。做好的肉饼放入油锅间，淋上浓郁的汤汁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。配上西兰花等蔬菜和一颗完美的煎蛋就上桌了。三桥夹起一块，连着酱汁，内部热气瞬间涌出，浓郁的肉汁太香了，肉的香味完整保留，入口即化。应该是那隐约的菠萝味起了作用。煎鸡蛋的蛋黄还是流心的，用蛋黄裹上汉堡肉，配上米饭一起吃，这是三桥一天中难得露出笑容的时刻。小哥，你今天一定会走运的。三桥不解，老板仰头解释，善始者善成，总之把饭吃好，笑一笑，人生就会幸福起来。他刚才吃饭时的笑容就很不错，希望他能把今天的事情记下来，永远不要忘记笑容的力量。眼看午休时间快结束，三桥也离开小店往公司走去。刚才的经历仿佛一场梦，三桥忍不住哈哈大笑，看来这家小店真有意思啊。阿春是家庭主妇，女儿上大学后，丈夫提议夫妻俩久违的去旅行。可出发那天，丈夫因工作突然要去公司。看着镜子里精心打扮的自己，阿春没有沮丧，决定好好逛逛，去买自己喜欢的衣服，看看化妆品，还想去一家居酒屋，但现实总是不如理想。最后她还是去了附近的超市，买的东西也和平常一样，不过是蔬菜和卫生纸。多年来辛苦照顾家庭，她已不知道怎么给自己花钱买东西。阿春拿出记录旅行攻略的笔记本，想着即使不能观景泡温泉，至少要吃顿海鲜。可惜这个时间很多店都关门了。顺着一条条小巷，他来到了易香轩的小店门前。这里会有海鲜料理吗？阿春试探着走了进去。他从未一个人来过这种小店，一开始只是紧张地趴在门缝往里看。厨房里不断冒出热气，却不见服务员或厨师的身影。你这么盯着看，墙都要开动了。阿春决定在这里吃碗拉面就回家，结束这平凡的一天。可老板告诉他，别看店小，店里无论客人想吃什么，老板都能做出来。于是阿春点了海鲜刺身，恰好店里今天进了一批上好的马鱼，也许正是在等阿春的到来呢。他提了个请求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想吃伊豆旅游地那种造型刺身。对老板来说，这当然没问题。老板系上那条旧旧的红头巾，仿佛获得了力量，一气呵成地切开鱼肉，挑去鱼刺，将鱼肉与鱼皮分离，最后切成适口的刺身。鱼骨架用竹签插起来做成造型，配上橘子和生姜，一份伊豆风情的马鱼造型刺身就完成了。阿春很惊讶，明明是家中餐馆，却能做出这么正宗的造型刺身。他拿起橘子，将汁水挤到鱼肉上，每次咬下，马鱼的味道在嘴里化开。鱼肉很新鲜，直接吃也一点腥味都没有，蘸上生姜和酱油更有风味。只觉得此刻自己好幸福。老板告诉他，凡人皆有一失，也就是说，
不管是谁，都会有伤心难过的时候。家庭主妇每天重复着琐碎的工作，理应得到家人的尊重。听了老板的话，阿春心里不禁悸动，这是他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和劝解。虽然今天没买到化妆品和喜欢的衣服，但这也算找到了想做的事。这个留着辫子的男孩叫阿峰，梦想成为未来的说唱之星。为了得到圈内前辈的赏识，他深夜11点来到公园公厕，帮忙进行隐秘的交易。可眼前这个男人根本不懂他的暗号。你手里的是麦克风吧？男人把他带到小巷的中餐馆，原来他不是交易对象，而是这家店的老板兼大厨。阿峰显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老板说先吃点什么，要谈什么之后再说，在这里可以点喜欢吃的，他全都能做出来。阿峰确实饿了，但又有些不好意思点菜。老板建议咖喱猪排也不错。好的。只见老板脱下外套，露出里面的厨师服，戴上那条旧旧的红头巾，转身走进厨房，提前做好的咖喱从冰箱拿出来，放到火上再次加热。大块猪排斩断肉筋，裹满炸粉，再包上一层蛋液和面包糠，下入烧好的油锅，炸到表面金黄酥脆后捞出，趁热切成合适大小，每一块猪排都是外酥里嫩。最后与咖喱和米饭摆盘上桌。这时坐在前厅的阿峰接到了朋友的电话，对方一开口就问有没有事，因为听说交易对象被抓了。阿峰这才知道厨房里的男人真是店老板，去公厕只是因为想上厕所。阿峰本想离开，但看着眼前的咖喱猪排饭，肚子咕咕叫，还是先吃完再走吧。满满一勺咖喱饭送入口中，天啊，咖喱里加芝士太好吃了，炸猪排也超大，入口酥脆，再是软嫩，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。老板说，你这叫鬼面佛心。阿峰外表夸张，但内心并非如此。老板猜阿峰是心灵导师，专门在公园厕所蹲守不良少年，让他们重回正途。阿峰也想象了一下，如果自己真成为导师会怎样。他本想坦白自己是说唱歌手，但看着老板炽热的眼神，好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如此神奇的一天，写成说唱歌词也不错。退休后的郑雄先生最近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，连好友约他打门球他都不想去。听说最近来了几个球技不错的新人，郑雄先生的表情有些复杂，但还是对好友说不去，然后关上了房门。这时肚子突然咕咕叫，他决定不做饭，久违的出去吃点东西。现在他走路要靠拐杖，步伐也很慢。路上遇到同一个社区的邻居，对方说下周社区住户要去郊游，希望他也去，但郑雄先生只是摆出不情愿的表情，一句话没说就走了。他慢慢走到易香轩门前，老板正在门口浇花，看到郑雄先生脚步蹒跚，便说天气冷，让他进屋休息。不用了，还是暖和点好。不等郑雄先生同意，老板转身把他背了起来，尽管他一直喊着放下，老板还是把他送进了店里。看着菜单，郑雄先生想，很久没吃中华料理了，偶尔吃一次也不错。但老板告诉他，别看店小，他能做任何客人想吃的菜。郑雄先生正琢磨要点什么菜，老板突然给他盖上一条毯子，说看到他的一瞬间就知道这么冷的天，他想吃的一定是芋头炖乌贼，这是现在最适合你的。同样没等郑雄先生同意，老板就戴上那条旧旧的褪色红头巾，走进厨房开始烹饪。芋头去头去尾，削皮，新鲜乌贼去内脏和骨头，切成小块，最后和芋头一起炖煮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。看着老板的背影，郑雄先生想起妻子也曾这样，站在厨房为他做一日三餐。芋头炖乌贼一上桌，郑雄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品尝。芋头炖得软烂，和乌贼的风味很大，乌贼口感弹牙，生姜更是发挥了完美作用，让身体涌起暖流。妻子的声音又在他心中响起，以前他总是一边做饭一边唠叨，说他脾气不好，嘴巴也坏，然后帮他解决生活中的困难。可这样好的妻子却先离开了世界。想到这些，郑雄先生忍不住哭了出来。他决定要坚强起来，不能永远活在回忆里。老板也鼓励他，以后的生活会变得更好。回去的路上，郑雄先生扔掉了拐杖，走起来健步如飞。原来之前他都是被困在心病中。他又拿起了打门球的装备，回到了球场，决心不让新成员超过自己。今天小店的客人是位女校长，在学校工作，每天早上都会热情地迎接学生。
可没想到今天早上竟然因贫血晕倒了，真是丢人。是因为太累了吗？他觉得自己可能是因为最近太在意学生的脸色，所以一直神经紧绷。想着想着，他走到了一条小巷里，这是他之前从未走过的地方。这里竟然有家饭店，想着自己已经贫血了，不如去吃点东西恢复一下体力。店里没有客人，只有一位看起来有点凶的老板兼厨师。虽然大家都觉得老板长得凶，但女校长却喜欢这种风格的男人。她觉得老板的长相很帅气。女校长说自己想吃点能恢复精力的料理。老板从柜台上拿起一头大蒜，说这是最好的补充精力的食物，而且最近店里进了优质的整鸡，正好可以做适合他的韩国料理参鸡汤。虽然没吃过这道菜，但这么帅气的老板推荐的一定不会错。老板戴上那条旧旧的褪色红头巾，转身走进厨房。这整鸡也就比手掌大一点，肉质非常嫩，在鸡肚子里放上糯米，还有大蒜、大枣、人参等配料。从衣服里拿出一根牙签，把鸡屁股缝紧，默念让它一定好吃后放入砂锅，加水没过鸡肉，再加洋葱、大枣，小火慢炖。闻着从厨房传出来的大蒜香气，女校长感觉自己全身都放松了。今天就放开来吃，恢复精神吧。等待鸡肉炖好的时候，校长收到了学校老师发来的短信，还附上了一段视频。孩子们都很担心他的身体，特意拍了视频来问候他。女校长非常感动，差点哭了出来。过了一会儿，老板端着砂锅从厨房里走出来，这种料理的精华都在汤里。女校长一勺汤下肚，感觉自己的意识都升华了。生姜和大蒜的味道很浓郁，和汤汁搭配的恰到好处，鸡肉里包着各种配料，香味全被激发出来了。吃了这锅参鸡汤，自己的工作也要更加努力。老板这时感情又上头了，他说自己从心底非常尊重女校长的工作，而且他本人也一直受到老师的关照，只是以他的性格到现在都还很害羞。显然刚才的视频老板听错了，他把老师当成了医生，而且还是肛肠科医生。女校长觉得太羞耻了，但又不好意思说出真相。没想到老板竟然在他面前用屁股弹跳了起来。我不是肛门的专家，虽然吃饭时听到这些话不太开心，但多亏了那锅参鸡汤，校长的精神已经完全恢复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又能站在校门口，热情满满的迎接学生。今天小店的客人是这位练习拳击的年轻小伙。为了即将到来的比赛，他每天坚持训练跑步，立下目标，这次比赛一定要 KO 对手。可是刚跑到一处居民区，他就感觉肚子很不对劲，咕噜咕噜叫个不停，感觉很酸爽。他到处找能上厕所的地方，结果就顺着一条小巷子来到了中华料理店易香轩门前，只能在这里借厕所了。老板看起来凶神恶煞，他本来想借厕所的话也没能说出口。不好意思，不用麻烦了，坐下。我知道了。小伙不明白老板为什么生气，但老板隔着柜台说他知道小伙想要什么。你想吃什么？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老板提议给他做碗粥喝。老板戴上那条旧旧的褪色红头巾，转身走进厨房，梅子肉切碎，然后在大锅里加水和米慢慢熬，最后把梅子肉加进去搅拌均匀。小伙觉得自己实在忍不住了，不如趁老板做饭时逃走。可他的小动作还是被老板发现了。他想起练习时教练说他总是逃走，所以才会输掉比赛，而逃走是因为他害怕受伤。老板这么说，说不定是因为看过他的比赛，想鼓励他。小伙喝了一口粥，米熬的黏黏的，味道甜甜的，调味料恰到好处，加了梅子后味道虽酸，但细品还能尝出一丝甜味，大概是加了蜂蜜的缘故。米粥暖乎乎的，吃的他都冒汗了。谢谢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老板说，天下之所以有人会犯大罪，都是因为肚子里没有吃的，但也可以说所有罪恶都是从肚子开始的。老板希望小伙也能去别的店好好道歉。小伙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老板却说他是常在附近吃霸王餐的罪犯，正是因为他进店时的怪异姿势，饿得捂着肚子，呼吸粗重，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。小伙想解释自己那样只是想上厕所，但老板根本听不进去，还说自己开店多年，绝对不可能看错。这时小伙的肚子又疼了起来，实在吵不过，只能顺从。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但老板还没完，决定传授小伙一些经验。
从他的出汗量就能看出，小伙马上就要忍到极限了。好不容易话题告一段落，老板开门走进厕所，小伙只能留下粥的钱，然后夺门而出，开始找厕所。没想到他刚从店里跑出来，这一刻仿佛时间都静止，他再也不用着急找厕所了。这天晚上，小店走进了一个扎双马尾的女孩，她是地下女团的偶像，可惜每天穿着女仆装在台上跳舞，最终也只有4个粉丝。今天是她29岁的最后一次表演，马上就要30岁了，她也打算不干了。看着女孩若有所思的样子，老板问她想吃啥，女孩想了想，进门时看到老板在削竹签，就说想吃章鱼烧。说话间，老板拿下脖子上的红头巾，抖了抖就系在头上。他从仓库找出做章鱼烧的炉子，用鸡蛋和面粉调了面糊，然后在烤炉上倒上面糊，在每个格子里放上一块章鱼，接着撒上葱花和红姜，再盖上一层面糊。等面糊稍微凝固后，用竹签把它们一个个滚成圆形，最后撒上酱汁和调料就完成了。等老板做菜的时候，女孩回想了自己当偶像的日子，虽然每天生活很累，训练也很辛苦，但能在舞台上发光的那段时间，她真的很开心。章鱼烧做好了，谢谢。这小丸子做的真圆，看着就好吃。女孩尝了一口，外皮脆脆的，里面却很软，章鱼块也给得很大。她想起和队员一起吃章鱼烧，都没这个做得好。想着想着，她忍不住哭了起来，因为明天就要从女团毕业了，这些回忆不能再有了。有什么烦心事吗？女孩想起握手会时那些黏糊糊的手，久久不放。她嘴上说不想干了，心里却舍不得舞台。老板说不能多评，但她觉得女孩的工作肯定能给人带来快乐，从她的眼神就能看出来。不过老板肯定猜错了她的工作，他觉得女孩这么大岁数还打扮成这样，在这行不多见，一般这种都是头上缠棉绳留平头的大叔。女孩很困惑，不知道老板在说什么。做寿司最重要的是心，真心热爱就够了。女孩真不懂，老板怎么以为她是做寿司的。这时老板自顾自解释，全是男人的厨房很热，还有些不讨人喜欢的老男人，鱼腥味也很重，但再重也得用手捏。女孩听了老板一番话，感觉好累，不过也想起了自己做偶像的初心，看来还是想继续走偶像这条路。如何在野外做一顿超美味的料理，要点是把火烧旺，新鲜食材和熟练刀工也必不可少。这个戴眼镜的男人叫岛田，他今天来咖啡店是专门见胖藤原的。对方给他讲了一个新项目，说是关于元宇宙的新公司，如果想改变人生就得赶紧投资。岛田信了他的话，凑了一大笔钱给他。不出所料，这是出了岔子。岛田对自己的人生很绝望，开车来到郊外，想用一根绳子结束生命。关键时刻绳子断了，岛田躺在地上生自己的气。这时易香轩的老板出现了，他正在尝试单人露营，却误会岛田是露营老手，因为他这地上的装备连帐篷都没有。老板也试着直接躺在地上，这样能感受到地面还有泥土和草的味道。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啊？老板觉得岛田只靠一根绳子就能露营，自己这样的新手得拜他为师。自己是厨师，拜师费用就用一顿大餐代替吧。他把岛田带到自己的露营地，拿出鱿鱼和小刀，用铁锅加橄榄油炒洋葱末，再加鱿鱼、番茄酱、大米、虾和蛤蜊，最后盖上盖子，把火烧旺。一道露营版西班牙海鲜饭就做好了。岛田乖巧地坐在一旁，尝了一口，味道太棒了，米饭硬度刚好，蛤蜊也很鲜甜。他边吃边想，自己好像很久没吃到这么热乎的饭菜了，能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他突然不想死了。为了以后的美食也要活下去，他忍不住哭了出来。老板看着夜景说，蛤蜊其实挺可怜的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汁水有多美味，这是放在人身上就是自己的特长，有时候正是自己发现不了的东西。他说岛田不是一无是处的人。这时岛田向老板坦白，自己根本不是单人露营的专家。老板其实也早感觉到了，这种总是能降低存在感的姿态，熟悉野营且装备只有一根绳子的人，肯定是在世界各地穿梭进行秘密行动的雇佣兵。不得不说，老板的脑洞太大了，眼前这男人瘦弱的样子，怎么可能是那种身份呢？岛田完全不知道老板在做什么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样一个人，只不过吃了他做的料理，就想继续活下去了。